就有点像谈恋爱，先不告诉你岁数，然后等要结婚了，我比你大10岁。对吧？我们就你那个屁股擦来擦去擦不干净，还有一些是注定了这辈子都是擦不干净的有些屁股。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贷款经纪，做成了这笔贷款，贷款经纪给我1000块钱收费，我要向我的客户披露是亲生的吗？我妈经常怀疑这件事情。通通把表面全部都弄那就是完了。欺负不专业的人了。对，我那时候穿了一个小西装哈，老乔看了都迷人。我告诉你，忙起来人都可爱，能不能接受，摆在明还是要怎么进一步谈判？是的。我们下一步就知道工作怎么做好。乔爷，你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胳膊快要拧不过大腿的一个程度了。好，那个像什么关键时候不见。上去准备讲话稿。急死了！啥呀？我们烦死了，赶快来！来了。哎呀，我们又一次聚会了，开会了。今天意义非凡啊，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阿婆这个倒台竣工，奠基仪式，就是一个重型的基础在这里。对，太棒了，这个太适合我们。好，我们先吃点垫一些肚子，把这羊蝎子凉了就不好吃。对，好。上手，你尝一下，因为我做的还是比较来，乔爷木鱼，来，谢谢。哇，这个非常的大块，还是比较嫩的，是吧？好嫩，是吧？很嫩，很好吃。我下次出菜谱啊。先会蒸这个，你真的手太省了，你就2勺下去。对啊，我们放下去我就觉得。是的，我能把这块萝卜拿掉吗？可以的。好，这个萝卜。我出国之前是没有吃过，我都不知道啥是羊蝎子。就一般就是北方人老说什么羊蝎子。然后呢，我就在 Richmond，当时牌子上挂的就是什么羊蝎子馆啊什么的，就进去吃。但是我吃了之后呢，我就觉得这玩意儿有什么好吃的？结果，当我有一天在超市里面看到真正的羊蝎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受骗上当了。我给你看啊，我当年认为的羊蝎子是哪样的啊？我找给你看啊，比这个肉还少，这个就像比这个肉少得多啊！就是没有这种什么我们这样抖一抖就快要掉下来的肉啊，就不是这种概念，是完全快没有肉，而且那一锅很贵。我跟你讲，那一家啊，很快他就倒闭了，很快他就做不下去了。你不做的专业啊，让人觉得心服，口还得服。你这一般生意是做不下去的，是不是？蒸栗这个东西啊，确实你要用心，就是说，你这样看哈，如果说你想糊弄，其实我发现哈，人的嘴巴是糊弄不了的，就是食客哈，其实非常厉害，他不会说你，但是他的脚不管哪一家走。是。这你心里是有数的。是的。他那一锅能赚到我钱，就只能欺负起我这辈子没见过羊蝎子的人。对，你吃过了之后就不会再吃。不专业，就比如说，就是整吃的，就开餐厅开的不专业，你也顶多就是让我们上一次当嘛。你有一些就是不专业的行为，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后果，就是你那个屁股擦来擦去擦不干净，还有一些是注定了这辈子都是擦不干净的有些屁股。我来加拿大以后哈，我们以为说，就我们遇到的相对来说不会比较少嘛，其实这是误解，其实在加拿大也是很多，你也会遇到很多不专业的，有啊，事情，是吧？我们如果撒开了说，应该说到明天都说不完。我们哪怕就是听到的吧，就身边的朋友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事情还是得多交流。因为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没事都没事哈，有的事情很蠢。你一旦遇到了，有时候就是非常的麻烦，对吧？没错。你比如说，我讲你听，你说我经常买卖房子的，你就会知道，有一些东西哈，真是有专业的内容在里面。你身边有一个专业，就至少有专业精神的人，
他未必什么都懂。因为你总有新的经济嘛，也不能说人家不能生存，但他要有一个专业的态度跟精神。没错。我有这样，他肯学肯问，就哪怕有一些哈，当然如果我们有更好的、更专业的，那你就幸福了。就哪怕哈，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就比如这个房龄，我现在发现可能要注意一个现象。有的经济会虚报房龄哦。我就见过啊。房子就更值钱了嘛。对，他假装写错。你一开始你就会跟他就引来人去抢呢。而且他的先广告上就写年轻一点，把那个房子先抢一波人再说。而且他是借这个模糊的概念。就是有一些到底是建成的算房龄，还是说验收过的算房龄？所以是不是这就有点像谈恋爱，先不告诉你岁数，然后等到结婚了，我比你大10岁。对，我们本来是觉得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我千真万确，这个事情有发生。房龄差5年。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你特地给我打电话，问了我一个关于房龄的问题。我当时好像我跟阿婆说，就是看那个窗玻璃之间底下的缝上面是会打上这扇窗是哪一年出厂的。那有很多的房子它不会频繁的去换那个大的窗嘛，对不对？那很有可能就是它窗生产的年份跟那个房子的年份是非常非常靠近的。对，那是基本有一个信息。这是以前我记得我以前一个房产经纪，大温很有名的一个房产经纪，一会儿说他的故事啊。然后他教我的一个事情是，他们自己去看的时候会，我当时就告诉你了，就还是有用的吧，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吧，当时。就是你要有这种职业精神的话，一看就看出来了。是，哈哈，阿婆，说到职业精神啊，你知道我曾经被质疑过的。你看，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会觉得说，我花钱聘请一个经纪，你赚我佣金嘛，对，你就应该是100%为我的利益着想，对不对？我们 common sense 就我们作为消费者觉得这是很应该啊。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以前在做就是邮轮方面的经济的时候，我的老板会经常提醒一句话哦，你到底是站在公司那一边，还是站在客户那一边？我一开始觉得我不是就应该站在客户那一边吗？我收佣金的呀，我卖你一张船票，我是收佣金的呀。但是公司不是这样想的哦。公司会觉得说，你的确赚到了这笔佣金，但是你没有把利益最大化。这是错了的，错误的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频道开到现在这么多观众，我一直到现在坚持是不销售船票。就很多公司来找我合作，我就不卖。因为我知道，就是说很难，其实阿婆真的很难把这个事情去平衡的。对，你一旦有销售利益存在的时候，就被迫你有些事情你看出眉目了，你都不能把它讲得那么白。它是有冲突的。好吃的不得了。我这剁椒鱼绝对是私房的，一般人你外面吃的绝对不是这个味道，很好吃的。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剁椒鱼里最好吃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去做菜谱，就是因为这个。因为我最早做过这个，然后后面我忘了我放了什么，我就随便放了。然后姐姐就说我要吃上次那个，我要吃那次那个。那我就想，不行，我以后我要把我记录下来。所以我就固定成菜谱。你怎么看一个人，就是有没有专业精神？因为我们不能去要求每个人专业都达到就是完美啊，因为它需要时间嘛，包括很多专业都需要时间。很多东西是被误解掉了，或者人已经不再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的。其实我觉得专业啊，任何人都达不到100%的 perfect。即使在这专业里面最 top 的，没错，对，所以呢，我觉得呢，没错，当然是水平越高是越好。其实最关键是看态度，对，这点 attitude。就他有没有站在，就是专业精神。对，他有没有站在客户的角度想问题？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个态度决定了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你的出发点。你做事情的方向，你如果是说你不是专业，
你不能跳脱开个人的纯粹个人的利益，不能跳脱出来，不能从专业角度看问题，你一定偏离。你就是水平再高，你也会偏离。没错。对。而且会限制他的水平的增长。对你作为一种在这里讲叫 professional，你一定要讲职业。你代表客户，你就要想客户的利益。是。哎，你讲到代表客户哈，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都说，你看我在为你想，他其实有没有代表，其实是有标志的。对。就比如说，你要真正做到，真正做到。我就觉得这现在是有一个很模糊的东西。就比如说经纪会给你介绍各种的，包括验房师，就尤其是经纪给你介绍验房师。但是在我看来，最早以前或者就是说西人的这个经纪，他会避开这个东西吧？没错。他不是说避开。我做过这个行业。我是要首先告诉你的客户，你最好自己去找你觉得好的验房师、律师相关的人员。我为什么在一定的情况会推荐呢？只是因为这个客户说我什么都不了解，你有这方面 information， 我把他的电话告诉给你，你要联系，不能由我来联系。我来联系这个人的态度就会发生偏离，会考虑我成交能不能顺利的角度。是的，我可以给你推荐任何你需要的服务的工种也好，就是人也好，推荐给你没问题。但是我先要告诉你，就是说第一你是可以自己去找的，对吧？对。好，第二，我们其实中间能让他意思理解吧，就是其实是有一些利益冲突在里面的。对不对？我得要让你知道。但是现在你知道吗，乔爷？现在的房产经纪啊，特别是新进年轻的，我接触了好多个，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在内哈，他就这几年才开始做房产经纪的。好，他们会认为这个就是我给客户直接告诉他一条龙服务哈，然后你后面的包括搬家公司也好，包括验屋也好，包括这个那个也什么也好，锁匠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一条龙服务。你看我服务好吧？一条龙服务，我当时有点惊呆了。我这个人生中就10几年之前买房子的经历，当时我聘请的房产经纪，当时是真的是我找他的原因就很简单，打开报纸第一页，对，然后最大牌，他代理的房子最多我要谁，就这么简单。你说的是台湾人？不，他香港人。香港人现在已经退休了，是一位特别漂亮的女士，但是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60多岁了，已经快退休了，已经。你看我们当时我们作为地产经理，首先要培训，要读书、考试，通过以后拿到牌照，对吧？这个读书首先告诉你一条，你要做的它有个道德这一部分的书，你要读的。我没考过，不知道。对，他比如说，你地产经纪，你给你的客户介绍了律师、贷款人员或者相关的业务人员，给你做完以后，他给你比如说一个推荐费也好，或者是介绍费也好，按照规定你是要向你的客户披露的。就是说，比如说我给你介绍一个贷款经纪，做成了这笔贷款，贷款经纪给我1000块钱收费，我要向我的客户披露，这是规定的。就是说你在从中间拿到了好处，对，你要让客户认为。您当年拿的就是房产经纪的牌照的时候，其实是在安省嘛？安省。对吧？每个省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会有咱们现在based on是安省当年乔爷在考牌的时候，就是有这么一项，非常这就会让客户觉得非常非常专业，要透明，非常专业。我相信现在会更完善。就我已经在10几年之前的考的这个牌子。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考试？你就要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这个职业。因为他是这样，就比如说，你做验房的，我是经纪，是，嘿，我一个客户，你帮我验一下房，好，你怎么对待我？你有什么问题会说很严重吗？当然不会了。那我下次不介绍你。没错了，我的一个验出来的一个结果，直接导致人家这单生意不用做了，可说可不说。我就见过，比如说他说这个东西，因为你抓不到他把柄，是这东西是 work 的，就是说他还在工作中，
洗一个人他已经就不热了。那个验房是 totally 是可以验出来的。哎，是，但他告诉你在工作，但他不一定，在工作，对他看他的那个利益关系，他不一定就会收，就告诉你，像阿婆说的，他告诉你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这房子我不要了。哎，也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嘛，因为你有验房条件，他告诉你这个是那个他在工作，但是同样的工作是什么样工作状态？你一个热水机这么大一个热水机只能洗，因为它已经过期了，实际上已经不怎对，么样了。它有标年份的，对。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就是其实就是利益在这里，你不觉得？对。其实我是觉得这种利益关系，就你书读的这一块道德这一块是非常关键的。房产经纪跟验房师之间的这个利益冲突，为什么现在调和了？我很诧异，你知道吧？好，因为当时的时候，我不是说我请的那个房产经纪，就是当时温哥华最大的报纸，打开第一页，哇，满屏都是他。我找他会用这种方式来找，这种其实讲句老实话有点极端，这个方式。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华人圈子里面还真的是靠朋友推荐，朋友介绍，对吧？我相信现在绝大部分人还是这么认为的。那我把朋友推荐的那个人给 file 掉了，直接就撤牌重新挂，因为他的很多的方式方法我不认同，我跟他理论的时候，我发现他对我的感觉完全听不进去，那我就下了一个狠的，就是抱着以跟他绝交的心态，就是把他直接给 file 掉了，重新撤牌，重新挂牌。重新挂牌之前我就找了，打开报纸，我觉得没办法了，就这样了啊。好，那找来之后呢，当时很快就是达成了我的心愿，把该卖的卖了，又买了新的想要的。好，验房师来了，验房师也是同样的，我打开报纸，最大的那个广告，最久的，一直看到他一直在那登广告的。来了，我的房产经纪当时他的助手有跟我八卦了一下，你请了谁来做验房师啊？我说哦，就是那个台湾的谁谁谁 Mr 谁谁谁，哦，他很有名哦。我说哦，那就对了。好，一来哈，是一个大叔了已经，就戴上口罩，戴上眼镜就开始往那屋顶里面钻。然后我的房产经纪那一天，就赶在他验房那一天特地要过来看。我知道他心里也紧张，怕验出一些什么不好，就是利益，对吧？你看利益好，然后他呢就想找机会跟那个就是跟那个验房师想打个招呼，嗨，就这么简单。我就看到我那个验房师一看到他那张脸，调转屁股就走，就好像看到鬼一样，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他避开就连正面嗨，我不要让我的客户认为我可能认识你。调转屁股就走。我当时在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没有太多的社会阅历，但是我一下子就回想一下就知道，哦，他们是有利益冲突的。那这个我会觉得很安心了。所以虽然两个我都很相信，验房是我请的，经纪也是我请，我两个都很相信。我那么多年之前买那个房子的时候，就那个台湾的那个验屋师，你知道他当时还是拿一个就是数码照相机，连拍带记录，最后他完成整份验屋报告的时候是附上一张光盘，他一个 folder 打开，这边正好有个地方设计好插光盘，这边是他手写的，包括最后的签字，一个 folder 合起来给你。如果以后你要打官司，这张光盘里面全部都记录好了。你看，就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么些年，你未必能遇到这么有专业精神的一个人。对，你看，像你如果遇到，我插一句，怕就怕专业的都退休了，然后剩下的都是那些被现在新的利益，对，被利益驱使，新的一种商业生态下的对商业生态，没错，对，他就已经不认为这是有问题。其实利益，这个刚才也有说的，就是其实在这个验房过程中，验屋师的跟地产经纪的在利益上是有冲突的，但是其实是有一致的。没错。为什么我这讲一致呢？关键在于你地产经纪你要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其实我每个 case 我都希望验屋师验出问题，坦率的每一个问题都给我讲出来。对。要花多少钱？对。全部把这个资料提供给业主来思考。他接受还是不能接受，把信息透明化给他。
对，没错因为这个才会长久是，吧？否则的话，你在这个中间不是被你发现，被他自己发现，而且发现问题能修，花多少钱，能不能接受，摆在明还是面。要怎么进一步谈判。是的我。们下一步就知道工作怎么做好呀。乔源，你知道这个社会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就是胳膊快要拧不过大腿的一个程度。我的观众来看我的视频之后，他们就是他可能看了1、2个，没有完全追很多哈，不会认识我，可能刚开始，他们就会以为我就是一个卖传票的。我说不好意思啦，对不起，我只做咨询服务。他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卖票？如果你可以一口气包办，就是一条龙服务哈，我一定相信你。你说的太好了。我一直怀疑一条龙服务。好，来，阿婆来，我们回头，我等一下。哎呦，这个太有意思了，package， 所谓的 package，OK，、就是套餐嘛，对不对？好了，好，我这个阿婆你要看我的直播里面我都说了，好，那个什么呢？然后呢，我就跟他讲一句话，我告诉你，真的就这一句话。完全解答了他所有的问题。我说，一友今天选择站在我的观众这一边，就是客户的利益这一边。如果我今天还被销售利益捆绑，我很难保证我跟你讲的是100%的真话。对。然后他回信就是有，我懂了，我跟我的家里人商量一下，跟你约一个咨询的时间，我只收你咨询费。但是我就会觉得，只要因为我经历过了，你被销售利益一捆绑，你人性最底层的那个层面，它时不时冒个头也好，对不对？你基本上像我做直播，头2集的内容，我记得头2、3集的内容是劝退，别去，你是什么什么类型吗？别去。什么行业别去，就是你看完我的直播，你没有冲动想要买邮轮船票了，旅行不去了这一趟。我原来想要不行，又这么一说，我算了，不去了。为什么我说我难交朋友呢？就是我这人情商其实不高。我后来自己分析了一下，我把情商都用在我的客户上了，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当时，跟我妈什么一辆车在车上开车，还在跟我妈辩论一个什么事情，争论一个什么事情，都快吵起来了。然后突然之间我电话响了，那电话车上一接不是大家都听得到了吗？然后是我的客户来跟我打电话，跟我很熟的，然后马上我就开始回答他的问题，说。当我挂掉这个电话的时候，我妈就跳起来了，你知道吧？你跟你的客户这么好讲话，你那么 nice， 那么有礼貌，那你为什么不能这么跟我说话？他直接一个怀疑是亲生的吗？我妈经常怀疑这件事情。我妈会用上海话说一句什么？你喜事做娘。马上拉着你去做 DNA 检测，全是作业。是，他这个就说，其实人找那个讨债鬼。有职业精神的人，他会有一个什么东西附体了。不，当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他不能附体，他应该是工作跟生活要分开，一定要分开。我分得很开，绝对要这样的。我觉得你这样子做就做得特别好。我分到什么程度哈？我好像节目讲过还是没讲过，我忘记了。我前1分钟还在跟老板在办公室里面拍桌子骂娘，然后就吵架，然后马上外面同事说：“哟，你的客户来找你。”我看约的时间到了，马上我就出去，一屁股坐。外面人全部都听到我跟老板吵得天翻地覆啊！一出去，我一屁股坐下来，开始跟客户讲邮轮这样规划，这样的规划。好，完了，客户一走，旁边我几个同事就围过来。哟，你是怎么做到的？因为你想，这个道理很简单，是你的客户来，他其实是花钱在你这里消费。对。你在生活里面那不一样，你生活你我当时没想过是日常生活，这个频道就突然就换过来了。那必须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带的这个。就比如我们过去你都知道，我是在文秘，那文秘最怕的就是开会，开会那领导的位置是很讲究的。
就是这个位置坐哪里？那你首先要平衡，他这是人大的，人大的什么主任，相当于这边，那有从左到右是位置不能给人家摆错的呀，对吧？谁坐中间谁坐，或者单数的时候、偶数的时候，这都有讲究的呀。因为谁是老大，坐左边、右边，是你这边朝过去的左边，还是他看过去的左边，那是不一样的，对吧？对。突然间，他某一个领导秘书打来，哎，我们领导今天不能来，那要换谁？那一换，他的职务就变了。你所有的牌子也许已经都快开始开会了，所有的牌子那不是简单的换一下，那你要重新设计它的排位，对，就是每一个一个哇，那个重新统筹。我告诉你，我那时候穿了一个小西装哈，老乔看了都迷人。我告诉你，忙起来人都可爱，忙起来人是工作中的人，我知道阿婆职业状白态中，月光，闲了就出事了，你知道吗？闲了就出事，哎，职业状态时候是很美。你跟客户像亲人。我现在很多观众都不平衡，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回来看我现在我们花田趣事这个频道，跟我在我自己频道完全是两个人。就是说你们比如说你是本行业的，你们自己能判断这个人够不够这个水准。但是当我没办法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我大概有一个基础。乔爷，你用什么办法来判断这个人职业不职业？其实每个行业它的根本点有所不同。是，但是我会看他有没有这个精神。是，就我不排斥说，一定要老，或者一定是年轻的不行，一定是老的行。我真的是看他这个态度，就我们刚才讲，没错，这个态度，态度你做下来，比如说一件事情，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态度对的，你就看。最基本一点，我脑子小脑瓜一转，真正能不能听进你的需求？对，任何一个交易，我们出去，我跟老乔是特别尊重别人的专业性。是的。你对人家的专业性，你一定要很尊重。没错。那在这个基础上，那我每次都会问他赚钱了吗？就我跟他就会站在这个角度。这个是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我经常在问，就你做任何事情，你要知道他赚钱了没有？是。他没赚钱，你还想让他专业？是的。你记不记得阿婆？你曾经就是你上一次去坐邮轮之前，然后其实。对于回来之后，然后对于那个当时卖船票给你的人是有一点，的确他有一些 follow up 的东西是没有做得太好，对不对？但是你记不记得当时我跟你讲过一个话？你们这一群人去订船票，有人带头去讨价还价，有人带头把整个价钱往下压，造成他没钱赚，那我凭什么我还要 follow up？大佬，我如果说一天按8小时，每个小时10多少块钱来计算的话，我发现我赚不回我的工作成本的时候，我凭什么还要提供那么多服务啊？你讨价还价，把我的服务的那个热情都给灭了。对，但所以说这个为什么航空公司有头等舱？有经济舱，还有廉价航空，所以你自己选择了，比如说我选择廉价航空，就不要投诉人没给你饭吃。对，就有时候你就不能要求那么高，行李还要另外收钱。我们还做过一个预计，以后可能连在飞机上上洗手间都是要收钱的。你的投币舱打开那个门，我跟我好多客户讲过这个话，包括咱之前说过的超市。对，为什么同一颗白菜在这个超市能卖这么便宜？那个超市它居然翻了好几倍的价钱，我就怀疑那个白菜是怎么长出来的。因为当然这就里面有一些环节，比如包括监管的环节，包括它的那个，那可能这里面都要成本。那你觉得我不需要，那 OK。那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无所谓的，就是我就廉价吧，我今天就拿回去吃了也没关系，那看你自己怎么想的了。这个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东西真的会致命，就有一些就会给你带来一生的麻烦。如果你遇到不专业的，你看我半生的麻烦也够呛。对。我那天就包括那个谁，上次我们去那个公证室给我们做遗嘱的时候，那就讲有些保险公司没跟你弄好，让他整个钱都拿不出来，非常麻烦的。倾家荡产，对，有一些真的事情可大可小，就包括会计师。我们在聊天也给我启发，就是你的职业，职业精神的体现是的，来自于2个方面。第一个，从业人员要体现出职业的素质和标准。
第二个，接受服务的人要尊重职业的这个行为，尊重职业的行业。我一会儿来反驳你。好，我等待你的反驳。finish。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两方面，我们职业的价值吧，接受者你要认可职业是有价值的。是的，我认可。对，你包括你不能说，你包括像的这种装修，你说你一定要压到他都没有钱挣了，他干嘛给你做？我去看电影去。我之前有个客户挺好玩的，就是这种，他对这个装修的价钱其实没有概念。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对装修，如果第一次做他是没概念的，他大部分都是超出他预算想象的，人家不是买件衣服啊，对吧？你会觉得啊，这个都要上万了，什么什么 OK， 然后那个客人，全屋翻新找我去报价，报完价呢，我都看完弄完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卖出这个价格？几乎少了我一半，就相当于打个对折，少了你报价的一半，对，一半对折。然后我就感觉这个完全就是瞎来嘛。我说实在不好意思，我说这个预算我是做不下来的。他问我能不能卖出，我说卖出不了。我的感觉是明显他这个预算没有想清楚要怎么做。然后过了大概1个多月，他又来找我了。他说能不能再去帮我那边估个价？我之前找过你的，我就听有点印象。我说不是给你报过价了吗？他说对，这次有点区别，东西都拆完了，能不能便宜点？我说那当然可以便宜点。我就过去给他又报了一遍价，然后是别人做了一半，里面都清拆完了。然后呢，那我就说那很简单嘛，我把拆的这部分给去掉了嘛，对吧？肯定能便宜点嘛。然后顺利都谈完弄完，我就有点好奇，你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拆的吗？他说哦是这样，我当时找你，然后你那个我感觉有点贵，我找了一个就比你便宜很多。我当时问你说卖去不了，我就找他来了。结果那个人来了，我以防谨慎，他还没有直接给人家什么钱啊，他是等那个人来了之后，看他正儿八经开始拆了，然后到下午的时候看拆他就给了一半钱，说之后再剩下一半全部做完嘛。结果第二天那个人就再也不来了，然后电话也打不到，就是跑路了，对方就黑掉他了。那就是说他就是也就是我的猜测，那个人甚至于自己都没有一个装修公司，他就很简单，因为只要清拆嘛，他可能找了一个清拆的公司，对吧？相当于你进来拆完之后我给你，就是这点是给你个钱，但是他拿的一半钱绝对超过他，这是后面不做。对啊。这个很常见的，这个在新人那里也常见。这个就是说你找到一个不靠谱的，他先给你接下来，就说你如果跟他讲价讲到离谱了。那我就先借。对，这种就是常见的了。像刚刚那个比较少见，但那个就属于完全就是骗人钱。你知道我在想什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打一枪换个地方，对吧？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在聊杀猪盘一样，就是说你如果不让别人知道有这种骗局，其实已经是骗局了，对不对？已经上纲上线到了一个骗的一个程度了哈。我觉得就应该公布出来，让所有的人尽量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是个心态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遇到的这个例子并不多，但我后来我在分析，它并不是一定是很少见，而是你想象一下，他其实还好是，他还是找回我知道这件事，但是大部分的人可能经历这件事，他会自己觉得很没面子，对，他吃亏了，但是他下次也不会再找你了，就自己，他再找另外一个人，但是至少他对，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说，他可能。这笔钱对他真的很重要了，接下来一定要找个他认为不能再花冤枉钱，所以他宁愿他知道我肯定会问这个问题，肯定会让他很难堪，但是他也不得不去面对这件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会有这个心理的那个，对，因为这是一种，这是骗子，但是有的他不骗你，但是呢，比如说你把他压到。他开头也没有概念，本身也是不是很专业的装修，总之我能做这些活，我接了一半发现不对，我没钱赚了。对，这个是行里太多这种了，他到后期，前期可能我估计就是客人压，到后期已经是变成自己的一个，他就是先给你报个很离谱的便宜价，然后什么东西都是很含糊的，比如说我报个什么油漆，我就油漆多少钱，什么多少钱，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们刚刚在做饭的时候在拿起那把刀切菜的时候，都在那边聊到说，你们发现最近几年，我们很多的华人，都在崇拜日本人的匠心精神。我们很羡慕日本还有匠心精神，一个行业一个职业，他们可以几代人经营，他们做到极致的专业。但是你想想，我讲这很小的，我们刚刚在说磨刀的事情，我们小的时候是有那种专门磨刀的师傅在那边磨剪子嘞，什么什么什么。枪裁刀。对，是的，就是他们就是一生的职业，就是来给你磨把刀。这种专业的精神，其实你看我们不用去羡慕人家日本人啊，我们老弟子已经有了，好不好？你别说，你老上海那个做那个西装的、西服的，那个师傅，就我会觉得师傅就是做什么，就是紧身旗袍啊，紧身裤，就是你穿在旗袍里面的那条紧身那个都讲究的。我妈跟那个老师傅跟到那个老师傅死掉，我妈的肚子才出来的。我妈那时候已经一把年纪了，她到那个时候才肚子才出来的。在这之前，他们是那种抽袋子，量身定做塑身紧身裤，是不是说古代，就是我外婆那一代的老师傅，专门设计穿在旗袍里面的，让那个女生的肚子不会露出来。是啊，我就会觉得，就说人，就我感觉就现在似乎缺少了这种东西，就你很难看见还有这样的师傅，还有人为这么一件事儿这么认真在做，好像大家都急着赶紧把钱挣了。没错，变现了。讲句真心话难挣，讲句真心话是难挣。是，他就集中到，你们发现他就钱集中到了，会最后给谁挣到？是得明星者得钱。对，现在就被流量明星挣了嘛。那也是暂时的嘛。是，但是你真正的你挤压到，就好像我刚才就问，如果他没赚到钱，对，你没赚到钱，是没耐心，你让他没挣到钱，厂商做一个产品不挣钱的话，你还想有什么好东西？没错。但是也有很多人为了好东西买单的。是啊，我是相信，但是问题是，你想买单，有的时候你就买不到这个单。你不知道。你愿意出这个钱，没有人卖给你这种好的货。但有的像我们装修行业，很多人其实是不知道，就他根本不懂这件事情，他不是真的，他真的不是。就说完全觉得你这个价钱贵到他觉得不能承受，而是他觉得，既然有比你便宜的，当然有便宜的，这是正常心态。我不觉得这个心态是错误。但因为他不懂这个行业到底怎么回事，对，他其实不知道很多坑在哪里。之后，他唯一能够衡量就是他懂的那个标准，就是数字是多少。是，还有一个，我觉得两方面嘛，一方面就作为职业人他真的是一个进入一个，就像我们讲，你能进入职业状态是很美的。我讲不要讲，我记得我小时候见过一个安徽来的，我们都叫他乞丐，但他实际上不是乞丐，他是挑了一个磨刀的、磨剪子的一个挑子，手动磨。那他到了这个地方，他就开始，我磨刀，你不要给我钱，你给我吃的，你给我一口饭吃，就这么简单的要求，然后他下来磨。你磨到那个，人家本来就想给他饭吃，但是他一点都不糟践自己的技术他在那里磨到连个主人都不耐烦，可以了，但他觉得没有把这个刀磨好是不行，明明弄得非常好，天都黑了才做几家，那他也就是人家有的人给他一点这个，给他一点那个，你想想看，就说下一次他再来，所有人都尊敬他，你别看他是一个乞讨，没错。所以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职业人你拿出职业精神，我觉得一定人家会出门，人家会看得出来的，你的职业边边角角，对吧？第二个就作为我们如果是外行的话，你首先你考虑的点，你要先尊重人家的职业的价值，然后你要让他有钱挣，你才有好的服务。没错。就是工匠如果连糊口都成问题的时候，你不是逼良为娼吗？对呀。你现在最后不是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吗？那你都要便宜。对，
是吧？是的那你要便宜也可以，就我们刚才讲，你选择廉价航空，那就廉价呗。你就等着给厕所投币呗。怎么说来着？就是给牛吃的是草，硬是要挤出来奶，让你自己营养丰盛，对不对？对。另外我补充点啊，就是还有个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搞清它这个价格是怎么出来的。拆价，这个很重要。我刚刚讲到 package 还讲吗？讲啊。为什么很多人报价他不愿意报细？讲穿了就是他不想让你去从它里面举个例子啊，你整体装修你一定有地板多少钱，油漆多少钱，你看他很多人不是报不出来，他不愿报，他一旦报到地板是多少钱，他可以分分钟打个电话。地板公司多少钱一尺？油漆公司多少钱一尺？跟你比较一下就知道了。那你这里面赚了大发了，对吧？还有我把这一部分包给另外一个人做。对，可能他要包给一个地板公司做，那么更便宜的。对，那他就没有他所谓的利益就没了。所以他不愿意把它报细。另外的话，就像刚刚又说的，很多东西他要含糊。我报价从来。包工不会包工包料这样报的，我是工和料一定拆分出来的，就是清楚知道工是多少钱，料是多少钱。对，因为这个很重要。客人尤其是材料，凭什么你给他定了一个材料？我要这样个马桶，凭什么是这个马桶？对吧？我要个这样的，就是你给他说包工包料，你拿来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适应每个不同的人。有的人可能就是 PK 到我就是这个马桶，我别的都无所谓，这个马桶必须是免治马桶，对吧？必须是最贵的那个，我最好用的，可能上千块钱的马桶，其他我无所谓。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啊。就是装修本身就是一个很个性化的东西，你怎么我实在不理解怎么包工包料做到的？就他所谓的包工包料，这个就是不科学的。你就应该材料和这里就有很多可能性。对，很多可能性，就是说你最后一定会吵架嘛。问题来了，你换个东西，因为工和料全部混在一起，请问我要加多少钱？全是这个装修公司人说了算。我说我要加多500块，那只能他说了算，因为他这个东西就是含糊的。所以就是说前面在这个议价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不能。一个是不能怕麻烦，不能。第二个也不能说就是只要便宜就是好的，或者简单就是连很多人就会说一条龙我都给你做了，你都不要考虑。你尤其房产交易哈，如果你是一条龙，你想想看，就是验房这一关，那你说我验房师是我 team 里面的一个成员，那凭什么让这个 deal 同一个房子你可以只是几百块钱的验房费和上千块钱的验房费。但对于经济，我是这么考虑，它不是坏事儿。不是坏事，对吧？如果他住进去出这个问题，你下次没有这个单。因为你放弃这个房子，你为客户买到一个更满意的房子，其实你是维持了良好的客户关系，客户就相信你。乔爷，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都是只看眼底下这一点点的，好吗？对，这是绝大部分人。就是眼前，他可能就认为说，我今天能赚你这一单，我打算好了，我这一辈子跟你老死不相往来。你如果从一个销售角度，它都不是一个好销售。真正的销售是怎么样？真正的销售是不是把这单产品卖给这个客人就算把这单销售给做完了，而是你卖给这个客人之后，这个客人成功的介绍了另一位客人给你，那时候这才是真正的一单销售，也就是你要让那个客人满意。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世界上是有金字塔的存在的。金字塔存在一定有它存在的道理，必须有人垫底。那谁垫底呢？对不对？好，我们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里了。对，反正我是觉得要避坑吧，避坑是自己也得要让自己更聪明。是，就是说有缘看到我们这一集的观众，你就应该多了一根筋，多了一个意识，是不是？有些，你是不是打个问号，就免除了你今后几十年。这个冒着热气腾腾的，能看得到吗？那我们站这边，我们俩站这边，你跟我爹那漂移，谁漂移了？Halloween 已经过了，怎么这是？我们可以一直吃不说话。让我们先吃一会儿。
趁神兽们都暂时很消停。我要开机了，花花说让我吃完这一口。你可以给我张纸好吗？谢谢。就花花有一个特点，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就是他只要饿了，在吃东西的时候，你是一点都不能就是影响到他的节奏，不是我们不能啊，是影响不了。他会很认真的对待你的工作成果，对。这也要基本爱吃吧，这不爱吃你不是把它给那个。你说没有啊？就像上次你说的，就想要弄点美食什么，老公他还没开始弄呢，就开始翻白眼啊，又整那么多啊，然后又整那么烦啊，又把厨房弄脏啊。我是不用吃这些的，你不用觉得你要做给我吃啊，我是可以不吃到这些东西。还问一句，饭熟了吗？